在富豪之中有着这样的鄙视链 ：Old Money 歧视 New Money。Old Money 指的是生而富贵、继承祖业的家庭或成员的富二代，他们往往发家很早，比如中国著名的华润集团，产业足迹遍布方方面面，家族资产也有信托基金管理。而 New Money 一般指的是靠自己努力打天下的富一代，比如马云则是顶级的 New Money。相较于喜欢购买高层豪宅的 New Money， 那些 Old Money 更倾向于购买庄园、别墅。或许在富豪眼中，高层也只是拥有了一层罢了，而庄园才是真正的拥有了一块实打实的私人土地。那么就让我们看看10大中国豪华别墅都是怎样的财大气粗。首先，我们先来看一套最普通的。第10位，北京恒大丽宫。北京恒大丽宫2007年开盘至今，一共分4期。2007年作为第一个整体1000万以上级别的别墅，由香港新世界集团投资开发，创造了中国别墅的神话。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北京中央别墅区的定海神针、标杆项目。恒大丽宫也被誉为亚洲10大豪宅，后来也被恒大收购。据说恒大许家印、高瓴资本张磊、美团王兴都在这里居住。项目周边四通八达，主要交通有素有国门迎宾大道之称的机场高速、机场2高和京顺路等多条路线。距机场只有5分钟车程，到三元桥只需15分钟。紧邻四季长流的温榆河畔，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坐享中央别墅区20年顶级成熟配套。而且这里还有全国唯一一家5星级高尔夫私人俱乐部，自建60万平方米的高尔夫主题体育公园，由著名设计大师尼克劳斯亲自操刀设计，18洞72杆，全长7300码的世界锦标赛及标准球场。别忘了，这里还是教育资源最强大的朝阳区，国家学校云集，国际教育资源丰富，国际化氛围浓厚，自身的区位优势不言而喻。第9位，东郊1号。东郊1号地处浦东新区，属于张江板块，是上海的老牌别墅。附近就是耳熟能详的张江高级科技产业园区，也有2号线张江高科站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只不过住在这里的人可不需要坐地铁。东郊1号每栋建筑都是2层的小洋房，除此之外，还有超大地下室，能够提供娱乐和收纳空间。下沉是私家庭院，能够享受仅属于自己的风景。走进豪宅大门，超大尺度的入户平台映入眼帘，豪华的石材铺装石阶而上，缓缓登堂入户，大户风范尽显。1楼客厅南面大面宽采光，南北通透，阳光洒洒。中西式厨房齐备，加上阔气餐厅，品味完美生活。首层2个房间分别可以做一个老人房和一个接待茶室，5米多高的层高一点都不显得压抑。2层一共4个套房，主卧是一个朝南大面积套房，静谧书房、多功能衣帽间、豪华卫浴卫生间都有配备。在2个花园露台上晒晒太阳，多么惬意。3楼还有超大的阁楼，可做儿童娱乐区，满足孩子畅想的童话世界。地下室分布合理又宽敞，超大面积的阔气会客区提供足够的会客空间。星空顶影音室、恒温酒窖、健身室和桑拿房，满足日常各种娱乐需求。还有贴心的阿姨房和工作区，仆人也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在这里，娱乐、健体、会客等需求都能一起满足。室外花园泳池、超大全朝南花园，水云阳光间的嬉戏生活就此开启。全套配备的欧式古典风格装饰与雕刻，渗透出骨子里的绅士风度和格调。第8位，紫园。当然，上海也有句老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即使浦东早就顺着经济腾飞发展，但是浦西依旧是众多富豪的置业首选，紫园就是其中之一。而在这么多别墅中，四面环水、独立成岛的紫园8号别墅就已经以 1.3 亿元的总价被称为国内楼王，这也开创了国内亿元级别墅的先河。8号别墅是一个四面环水、独立成岛的现代风格别墅，占地18亩，
建筑面积3032平方米，整座别墅光造价就高达8000万。正面9米落地玻璃幕墙由4层防弹玻璃组成，屋顶进口铜瓦，价格是普通陶瓦的100倍。玄关走道架在一片水池上，脚下五彩锦鲤在悠游。300多平方米的长方形大厅没有一根承重柱，让人惊叹。别墅内还有一个当时号称能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最妖设计，一个造在2楼的18米长的游泳池。游泳池的池底用的是一片47厘米厚的大玻璃。站在1楼大厅的走道上，抬头便是流光谁影。这样的景观，也许我们只能靠想象了。不过，这只是第一个楼王。没错，上海紫园有2个楼王，178号别墅创下1元别墅先河，2799号别墅则在多项建筑指标上都创下国内豪宅之最。刚建成时，业内估值至少4亿元，而开发商更是一度爆出10亿的天价，那可是2009年的10亿元。99号别墅是一座沿袭了外滩的新古典主义的宫殿式别墅，外形酷似美联储大楼，占地33亩，建筑面积达到惊人的5000平方米。别墅紧靠佘山山脚，也是独占一岛。建筑中轴线正对佘山主峰，可谓占尽了佘山的灵秀。外立面由全天然花岗石材构筑，室内大厅净高19米，气势十分磅礴。厅内10根12米高的古典主义石柱上精细的手工雕刻花纹，总长达2700米，由千人费时1年完成。在大厅南北两端的水晶吊灯，灯管之数更是达到了5000只。别墅内还有长度25米、立体空间8000立方米的室内泳池，有5000块15厘米厚天然花岗岩铺成的室外广场，以及36米长的玻璃车库走廊等等。这些在当时全部都是国内豪宅之最。第7位，上海世贸佘山庄园。如果我们还能通过紫园偷窥到富人的起居环境，那下面这个连窥探都不能窥探。其中一个就是上海世贸佘山庄园。上海世贸佘山庄园位于佘山国家森林度假区，是佘山别墅区内唯一具有3山1湖自然景观资源的庄园式独栋别墅。项目占地800余亩，位于东佘山以北、凤凰山以西，被薛山分为南北2期，1期55栋，2期17栋，紧紧围绕着月湖。整个别墅区的容积率仅为 0.1%， 其绿化率达到 84.7%， 水域面积有6万多平方米。72栋别墅平均占地6亩，最大的占地40亩，分布于6万多平方米的大型生态湖泊的近20个小岛之上，以桥相连，户户临水，岛岛相望，堪称真正的岛居别墅。甚至在这里，保安、保姆不和业主在一个屋檐下居住，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别墅居住。而地下车库也有着30多个车位的超级容量，一座豪宅就超过6000平米，周边都是一望无垠的花园。在这里不需要担心隐私被窥探，因为整块地都是你的。甚至关于世贸佘山庄园，互联网上的资料都极其稀少，因为能够买得起庄园的 old money 资产都足够稳定，不需要变卖资产，更不会把自己的庄园全景随随便便发在网上。但是看看毛坯的挑空，空旷的空间，能想象出来装修之后是多么豪华。甚至《小时代》所宣扬的纸醉金迷在这里都是九牛一毛。第6位，九间堂。在浦东新区，即使现在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九间堂也能有着1平米至少22万的天价。据传，马云都在这里置业居住。上海九间堂在建筑元素上借鉴了众多现代做法，比如原木遮阳系统，以铝合金构成最大顶层的半遮掩屋顶，也就是说，在屋子里就能享受室外蓝天白云，在夜晚甚至还可以看见外面的星光点点。以玄关、客厅和主卧为中轴线，将整个别墅横向划分成会客、公共娱乐和主人私有空间3个区域，与之对应的是将纵向分割成为居住区、活动区和功能区。通过2个入口的3个不同通道，就能让主、客以及佣人在互不干扰的情况下进入各自的区域。别墅安排了2个天井，这样做一来保证了地下的采光，二来也让原本应该感觉阴暗的地下室充满了绿意。当然，
这也是为数不多我们可以租的别墅。可惜它的价格是月租35万元，租一天则要付2万人民币。9间堂的售价按照当今市场价算，目前挂售的649平的5房3厅5卫超大户型，总价就要2亿多。9间堂一天的房租，或许就是底层人民1年的收入。如此割裂，或许这就是上海。第5位，谭宫。最贵豪宅榜单中，最后一个上海的席位要给到谭宫。谭宫别墅位于上海市虹桥路西郊宾馆的西侧。该别墅以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经典建筑为蓝本，并由世界顶尖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在境外设计后修建而成。每栋楼价值上亿，号称沪上第一豪宅。谭宫每栋建筑面积最小为1600平方米，大的则超过2000平方米，分为上下4层，每层分别用于休闲娱乐、社交、款待贵客和居住。谭宫在豪华的主卧套房内分设了男女主人的进入式衣帽间和高级浴室，有的别墅款式还设计了沙龙、北欧风格的阳光房、具备商务功能的会议室等。谭宫别墅内所有的主卧都阳光充足，配备有典雅的花园。主人从房间内的窗户向外欣赏，每一个窗框里都能呈现出一幅美不胜收的风景画。谭宫的设计源自欧洲，如同海派建筑的精神家园。18栋建筑设计到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最为经典的风格，具备鲜明的特征。谭宫的外观采用全进口的石材、砂岩和石板瓦，其魅力在于从窗的造型、石质扶手的肌理，所有的内部结构与建筑本身极尽华美，处处散发出动人的优雅气质。仅属于名流显贵的世界一线品牌，也将谭宫作为他们进驻上海大市场的平台。该盘处于尾盘状态，实行一房一价制。也许你了解过上海的汤臣一品，可是汤臣一品一套的均价仅在2亿多元，而谭宫的总价却能高达8.8亿。第4位，万柳书院。让我们把目光移动到北京万柳书院。万柳书院位于海淀核心区，紧邻中关村，周围有中关村三小、人大附小等名校资源，地理位置十分优越。2015年7月，万柳书院上市销售，楼盘均价便已超过14万元每平米。2002年，万柳书院一间300平米的住宅在司法拍卖中以 1.09 亿元的价格成交，单价超过36万元每平米，可见其受捧程度。曾有一条定位于万柳书院的变装运球的抖音视频爆火，一位高中生玩着篮球，获得了超过200万个点赞。细心的网友发现，挂在墙壁上的一幅画是齐白石的真迹，价值4亿元。画面右边只露出一部分的题琴，也被认为是稀世名品。于是，这位高中生被勾勒出成一个家境优渥、精通各种艺术、品行良好的富家子弟形象。于是，网友开始在评论区内称呼自己为老奴，称呼这名高中生为少爷，甚至出现了少爷，您看老奴拴在哪里比较合适等自贬身段的留言。财富、阶层与各种美好的品性联系在一起，富豪因其财富成为了崇拜对象，而普通人则在这种比较中进行着降格自尊的自我贬低。万柳书院像是一张隐形的价格标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定位，你认为人们还会热衷于这位少爷吗？第3位，世贸西山龙印。同时在北京西山也有着一个中式园林的豪宅，那就是世贸西山龙印。小区入口处就有一个3x3米的青玉石雕，在大门前还有一对铜制雄狮，配合着大门的江山浮雕，甚至连台阶都带上了花纹。如果这还不够令人震撼，再看看进入房子前中轴对称的无边镜面水池，把中式风格又融入了一丝摩登感觉。这水也是慢慢流淌的活水，缓慢的流水仿佛财气一样聚集在小区中。这里的园林也是一样，365天都有不一样的景观，从你知道的绣球到各种叫不上名的花朵，这些都是业主日常赏花的一部分。在进入家门前，连门把手都是带着青蓝的珐琅，推开大门就是前院。当然还有后院、内院、中庭，在这里
室外空间足够的宽敞。五重庭院营造最顶级的户外享受。室内进来，两旁的隐藏式玄关柜满足业主所有的出门需求，还有超大的吊顶水晶灯，下方放着太湖石的雕塑。和桃花源全套的红木装修不同，这里四面通透的设计，配上现代感的装饰以及巨大的主灯，让这个家足够明亮宽敞。甚至在次卧、卧房两边各有一个巨大的落地窗，看到中庭的同时，还能看到北方的庭院。厨房还有着隐蔽传菜区，这种设计可是饭店的标配。卫生间中还有专门的养老设计，可以让老人坐着淋浴，握着扶手上厕所。二层则是300多平的双主卧。是的，300多平仅仅用来做出2个卧室。登上卧室带着的露台，就能看着整个小院。在后面还有私密的汗蒸房，足不出户就能享受 SPA。当然，还有重头戏，在地下一层这360度的衣帽间，甚至在旁边还有一个次衣帽间，可以用来存放各种珠宝首饰。雪茄柜、私人影院，甚至8米高的家庭图书馆，应有尽有。还有纯白的酒吧和宠物专区。与桃花源不同的是，这里充分照顾到了人的起居生活，在这里居住的体验，那可谓是舒服至极。第二位，北京运河岸上的院子。在我们揭晓第一名前，先来看看普普通通的第二名，那就是运河岸上的院子。它位于长安街东起点，坐落京杭大运河河畔。北京通燕高速与长安街一线相通，仅需20分钟就可以顺畅直达 CBD。思想81000平方米的大运河原生河堤密林，沉浸于天然的城市绿肺，这些都使院子成为真正的第一居所。其中最可圈可点的就是院式别墅的设计。运河河岸上的院子由华人建筑大师张永和以及海内外多位国际建筑设计大师联袂执笔，结合地脉价值、人文底蕴，回归中国人千百年的院居生活情节，打造出中国大院式别墅。别墅全天安保值守，完全保证安全与安静。小区走道还有古树和高墙，处处都体现出了别墅的中式美。运河岸上的院子的设计中，将院的围和概念加以纯粹表现，同时规划350至1500平方米超大私家庭院，涵养北京大境生活。对于常住朝阳的富豪们，这是最佳的选择。第一位，苏州桃花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盘点了2016年全球最贵的5幢房产，价值1亿美元的加州花花公子别墅，价值8770万美元的纽约公园大道432号等著名豪宅都榜上有名。而最受关注的榜单第一名，意外被来自中国的苏州桃花源拿下，其评估价值高达 1.54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0.66 亿元。该别墅占地竟有2700亩，要知道上海浦东机场也只有1200多亩，这就相当于2个浦东机场大小。光是设计建造这个别墅，开发商融创就花了10多年的时间，也找到了香山帮传人倾力打造，汇聚中式园林建筑精髓。香山帮是以木作、水作为主，兼及砖作、木雕、石雕、多山等多工种于一体的工匠帮派，拥有自己独特的建筑营造技艺和文化传统，是江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匠帮之一。从拙政园、紫禁城到布达拉宫的修复，国内这些富有盛名的传世佳作，皆出自香山帮之手。可想而知，在这座别墅里存在着多么精湛的技艺。园林中的一山一水、一砖一石、一窗一瓦，均秉承香山帮的秘传古法技艺与全手工作业模式，真正还原了苏州园林的无言大美。甚至连植物种类竟然都用上了130多种植物，春天可以赏樱，秋天可以赏枫。还有一个巨大的锦鲤池子。在园林里，不只有观赏、品茶、赏琴、太极这样的活动应有尽有，甚至在园林的西侧还有一个佛堂，供奉着弥勒佛、18罗汉等27尊菩萨，可以在这里接受心灵的洗涤。甚至路面铺设的鹅卵石都是远景鼻祖，香山帮国匠大师亲手铺设，其卵石粒全部都经过精挑细选，
由香山帮匠人遵循古法拼花雕件，蹲地铺设而成，甚至连色差都要把控精准。据说因其极为耗时，平均一天只能铺设1平方米。这里的居住体验甚至不用多说，到了这个层级的豪宅，室内的舒适都已经是基础配套。入户玄关屏风是正面的花开富贵孔雀像，偏厅四幅是来自清代的瓷板画，就算有多贵，也只能放在偏厅做陪衬。而放在正中央的是一个如意形状的9龙献宝。在挑高7米的客厅里，中央矗立着一棵天然的石笋，周围清一色摆放着红木的家具，每个红木上都有着福寿禄等神仙的浮雕。红木的家居风格从客厅一直延伸至餐厅，在这里就连储物柜都是整面的红木。要知道，在厨房的煎炒烹炸下去保养这样一个储物柜，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经过连接2个房子的连廊，可以来到茶室、卧室等私人起居空间。注意看这个电视墙，这可是整块切割下来的，可见其珍贵。再看地下室、地下酒吧、泳池、台球厅、第2茶室一应俱全，娱乐生活多姿多彩。再看看衣帽间，还是红木的。再看看起居室的床，也是红木的。而这种红木背后，则是真正的真金白银。为什么能够占据榜单的第1名？不只是因为它贵，和上面的豪宅相比，它还将中华文化的精髓融入建筑设计和园林中，配合香山帮的经典技艺。因此，真正的豪宅绝对不只是价格。回想先前提到的第10位，是不是已经觉得恒大立功索然无味了？2023年，恒大本打算接着进行房地产建设，但是中国恒大在港交所公告， CEO 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而在此之前，是数不清的烂尾房乱象。恒大破产的背后，是早已支撑不了的高房价，是法律的监管不到位，还有数以万计的因为一套烂尾房、一套断供房而走上人生绝路的家庭。当富豪们每天在上千平方米的豪宅中享受进口食材带来的优质早餐时，住在烂尾楼的居民们则因为没有通水通电，需要去楼下背着10几斤重的，甚至还没有达到饮用标准的水上楼，在水泥房里煮面。中国10大豪宅极尽奢华的背后，或许还有千万个中国人的苦苦支撑。不知道住在万柳书院的少爷会不会在网上为了烂尾房的新闻发生愤慨呢？看完这期视频，你觉得怎么样呢？欢迎关注、评论和点赞，我们下期再见。